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苗教主。这是男性杂志《马克西姆》举办的2018年俄罗斯小姐选美比赛。这一届的选美冠军叫做叶卡捷琳娜·卡拉格拉诺娃，她因为选美比赛而迅速走红，成为了一名模特。在之后的一年里，几乎走遍了整个欧洲。可没有人想到，她的生命将在1年以后，以一种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方式结束。2019年7月27日，她被发现死在了家中，全身赤裸，躺在行李箱里。腿从箱子里伸出来，而她的死因却成了一个谜。叶卡捷琳娜不仅仅是一名选美冠军，她出生于1994年7月30日，生活在莫斯科附近的伊万杰夫卡市。父母的职业都是医生，所以她的梦想也是成为一名医生。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，尤其擅长外语。高中毕业以后，她顺利地进入了俄罗斯国立医科大学，就读于皮肤专业。不过在进入大学的第2年，他就成为了一名美妆博主，经营着一个8万多粉丝的频道。叶卡捷琳娜对自己的个人生活保护得很好，她经常发布收到礼物的照片，但人们不知道是谁送她的。她也发布过一张与异性的合影，但是叶卡捷琳娜却用一只狼头遮住了她的脸。这个被遮住脸的男人是她的男朋友吗？没人知道。她早就搬出了大学的宿舍，在拉缅基地区皮耶瓦街租了一套公寓，所以就连她的同学也没人见过她的男朋友。不过她管这个人叫狼人。狼人是叶卡捷琳娜给他起的外号，因为她说这个男人长着一张狼的脸，所以她用一个狼头遮住了他的脸。至于这个狼人是不是叶卡捷琳娜的男友，她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，但也没有否认过。2018年，叶卡捷琳娜参加了马克西姆杂志举办的年度选美小姐比赛，并且获得了第1名。从此她转行成为了一名模特。不过成为一名皮肤科的医生依然是她的梦想。她一边读医学院，一边接受模特的拍摄邀约，去不同的国家旅行，被更多的人认识。2018年7月22日，她在希腊的海边拍摄了这张照片，然后返回了俄罗斯。按照他的计划，7月30日是他25岁的生日，他将要去荷兰旅行，庆祝自己的生日。就在返回莫斯科的短短几天里，意外就发生了。叶卡捷琳娜返回莫斯科以后，并没有联系自己的父母，他的家人连续2天拨打了他的电话，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。于是家人又打电话给了房东，请求他帮忙去公寓里看一下。在7月27日这天，房东打开了叶卡捷琳娜的公寓。公寓是一套2居室，房间非常整洁。在卧室里，房东看到了诡异的一幕：地板上摆放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，叶卡捷琳娜的腿从行李箱里伸出来，附近没有血迹，没有搏斗痕迹，除了行李箱以外，周围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。随后，房东报警，警方注意到叶卡捷琳娜的身上有19处刀伤，死亡原因是颈部被切断，但是现场十分干净，被人处理过。随后，警方查看了公寓楼的监控录像，发现在前一天晚上8点18分，有一名男子，他戴着帽子遮挡面部进入公寓，行迹十分可疑。他在公寓里停留了4个小时，23点57分离开了公寓楼。此时他的手里多了一个箱子。更令人奇怪的是，当时正是夏天，天气炎热，该名男子不但身穿长袖外套，还戴了一副手套。26日当晚的目击者回忆说，视频中的男子虽然遮挡了自己的面部，但他的眼神十分特殊。叶卡捷琳娜的家人说，叶卡捷琳娜刚刚交往了一个50岁的新男友，而她的前男友却不同意分手，这可能是导致凶案发生的原因。而她的前男友很可能就是那个长了一张狼脸的人。到目前为止，调查员怀疑这个案件有2个版本。第一个版本，凶手就是叶卡捷琳娜的前男友，女孩要去荷兰旅行庆祝自己的生日，而同伴却是她的新男友，一个50多岁的商人。这件事被前男友知道了，所以他因为嫉妒杀了女孩。第二个版本，凶手是叶卡捷琳娜的竞争对手。考虑到叶卡捷琳娜是一名模特，她很有可能与色情生意有关，因为抢了别人的客户而遭到报复的事情常常发生，所以凶手可能是来自生意的对手。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。叶卡捷琳娜的朋友们否认了她有从事色情行业。就在尸体发现的当天，人们还在猜测的时候，凶手却主动前来投案了。他带来了本案的第3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版本：叶卡捷琳娜的死只是因为侮辱了男人的尊严。
投案的人叫马克西姆·加利耶夫，自称是死者的男友，也就是那个被叶卡捷琳娜形容为长了一张狼脸的人。他33岁，是一名 IT 专家，样子看起来有些奇怪，很帅，但是又不那么自然。按照马克西姆的说法，在1年以前，他非常有钱，却没有把钱花在房子和车上，而是花在了自己的脸上。他痴迷于整容，整个面部和头发都修改过，甚至有消费记录显示，他在美容师那里每个月都要花掉10到15万卢布。因此朋友们戏称他为肯尼娃娃，也就是芭比娃娃的男友。他在一个相亲网站上认识了叶卡捷琳娜，他认为叶卡捷琳娜对他没有感情，见他只是为了钱，每小时1万卢布。而马克西姆却被叶卡捷琳娜的美貌迷住了，他展开了疯狂的追求，送昂贵的礼物，并且一直把女孩照顾得很好。直到有一次，他要求叶卡捷琳娜也去整容，他认为女友的鼻子和胸部都需要进行整容手术，这导致了两人的关系发生了破裂。在激烈的争吵过后，女孩向他提出了分手，而马克西姆却无法接受分手，因为他整容和追求叶卡捷琳娜已经花光了自己所有的钱，还欠下了800多万卢布的贷款，所以在心理上他无法接受。7月26日，他来到了叶卡捷琳娜的公寓，不出意外，两人又吵了起来。这一次，叶卡捷琳娜嘲笑了马克西姆的长相，她说：“即使你再整容，也还是丑。”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马克西姆的自尊，他彻底的被激怒了。他认为女孩侮辱了他的尊严，于是拿起了匕首刺向了女孩。马克西姆回忆说自己一共刺了5刀，但是在行凶后他后悔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坐在沙发上失去了知觉。在清醒以后，他清理了现场，想把叶卡捷琳娜装进箱子里带走，但是箱子又太小了，于是他用另外一个箱子将清理现场用的工具和证物装了起来，带出了公寓。说来很奇怪，叶卡捷琳娜在一个名叫马克西姆的选美比赛上成名，又死在了一个叫马克西姆的男人手里，这难道就是他的宿命吗？更加奇怪的是，说一个男人丑就能成为杀人的理由吗？虽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但是马克西姆却坚称这就是真相。那么即便如此，依然还有许多疑点，比如说马克西姆说自己刺了5刀，但是法医却说是19刀。那么就算马克西姆是因为紧张记错了，但是这个细节上的差距是不是有点大呢？还有另一个疑点，叶卡捷琳娜的父母说7月27日女儿已经失踪了2天，所以才察觉到女儿有危险。而马克西姆进入公寓的时间是7月26日的晚上，那么在这之前，叶卡捷琳娜在干什么呢？为什么父母打不通电话呢？所以对这个案件的猜测，网络上还有很多版本。据马克西姆的朋友说，其实在马克西姆抵达公寓时，叶卡捷琳娜已经死了。马克西姆曾亲口告诉他当晚真相的另一个版本。在7月26日这天，马克西姆收到了叶卡捷琳娜手机发来的消息，邀请他去自己的公寓一趟。马克西姆没有怀疑什么，就去了他的公寓，但是他并不是凶手。在公寓里，他看到了另一个人，叶卡捷琳娜的新男友，一位著名的商人。他本来与叶卡捷琳娜正准备去荷兰的旅行，但是两人发生了冲突。这名商人杀死了叶卡捷琳娜。他查看了叶卡捷琳娜的手机，找到了马克西姆的联系方式，然后把他骗到了案发现场。这名商人威胁马克西姆，让他替自己承认这起谋杀案。马克西姆非常紧张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这名商人说，他会提供最大的经济援助，而马克西姆可能只坐1年牢就会被释放。此时的马克西姆偏偏有严重的债务问题，他为了家人的利益，为了父母的安全，决定承认自己就是凶手。同时商人也向他做了保证，会尽力帮他减刑。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监控中矛盾的一幕。马克西姆拎着一个手提箱走出了公寓，这本来是为了掩盖犯罪证据，反而在第2天他却选择了向警方自首。那么前一天他是在掩盖谁的证据呢？这名商人又是谁呢？马克西姆的朋友不肯说，而调查员也不相信这个版本。但是在马克西姆被捕后，他的家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他的弟弟去世了，死因是自杀。2020年3月2日，法庭作出判决，马克西姆·加利耶夫刑期9年，赔偿叶卡捷琳娜父母250万卢布。
加上马克西姆的债务总额超过了1000万卢布，而马克西姆的父母却替儿子还上了所有的贷款，并支付了罚金。但是马克西姆却选择了与父母保持距离，他在监狱里已经5年没与父母见面了，甚至在他弟弟死了以后，他与父母之间没有通过一次电话。据说他的行为良好，可能会提前释放。那么这么多版本中，你最相信哪一个呢？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用照片墙讲述真实的故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